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地黄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。其实地黄分生地黄和熟地黄，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其实生地黄就是刚挖出来的地黄晒干后，而熟地黄呢是生地黄经过炮制而成的。这两种颜色是不一样的，生地黄是棕黑或棕灰色，而形状呢是不规则的团块状；熟地黄则是乌黑色，并且有光泽，形状是不规则的碎块状。除了外形不一样，它俩的功效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那生地黄性寒，有生血补血、滋肾阴、降虚火的作用，很适合肾虚、阴虚发热的人；而熟地黄性温，有养血滋阴、生津益髓的作用，很适合气虚、血虚、肝肾阴虚的人。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区分开。还有呢，要注意地黄是一种中药，服用之前最好咨询医生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伤害。在生活中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寿命减短，尤其是早上爱做这3件事，不利于长寿。快看看你占了几个。第一件事，不吃早餐。现在大多数人呢都有不吃早餐的习惯，那长期不吃早餐会使人出现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低的情况，而且不利于肠胃健康，从而使人减寿。第二件事，晨起吸烟。大家都知道，吸烟本来就对身体有害，而早上起床吸烟，尤其呢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吸收香烟中的有害物质，刺激支气管，导致各种疾病出现。所以晨起吸烟也会使寿命减短。第三件事，晨起剧烈运动。虽然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早上进行剧烈运动，因为这样不利于心血管健康，对老年人来说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也可能会让人慢慢减寿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为了健康，尽快改正吧。对于经常做饭的人，家里厨房肯定放了很多的食材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有些食物放的时间长了，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尤其是土豆。如果土豆发芽了，最好呢就不要吃了，因为土豆中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碱的有毒物质。正常情况下，这种物质含量很低，但如果发芽变绿了，龙葵碱的含量就会增加。如果吃了发芽的土豆，很容易引起中毒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除了土豆，还有2种蔬菜发芽了也不能吃。花生，发了芽的花生很容易生成黄曲霉毒素，所以花生如果发芽了，最好都扔掉，不要吃了。红薯，红薯如果放置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发芽的情况，这样的红薯就扔掉吧。因为发芽后的红薯很可能会出现霉变，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如果吃了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不管是土豆、花生还是红薯，如果发了芽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都尽量不要吃了。雌激素旺盛的女性通常会有3个明显特征，希望你都有。第一个，睡眠很好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维持内分泌平衡有很大的作用，如果雌激素充足，内分泌也会平衡，这样晚上睡觉也会睡得快，睡得好。但如果雌激素分泌不足，内分泌发生紊乱，那么晚上就可能会出现睡不安稳、失眠多梦的情况。所以睡眠好是雌激素充足的一种表现。第二个，皮肤好。女性如果体内雌激素旺盛，那么身体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，这样皮肤也会显得红润有光泽，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。第三个，月经正常。雌激素的分泌和卵巢功能也有一定关系，如果雌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说明卵巢功能也不错，月经也会比较有规律和稳定。但如果出现雌激素分泌不足的情况，月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就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了。女性朋友要注意。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大脑反应慢、记忆力减退，经常丢三落四的情况，对生活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那今天教大家2个手指动作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帮助。动作1，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用双手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分别依次的敲击大拇指，这样反复的做30次，每天可以做2到3次。动作2，
这个动作呀，就是将双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拇指开始，依次的向前伸出，再依次的往回收，这样一伸一收为一次，反复做30次，也是每天做2到3次。因为我们手上呢有很多条神经连着大脑，这样刺激手指可以锻炼脑神经，对增强大脑功能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可以让大脑更灵活，提高记忆力。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多练习吧。便秘是生活中常见的，导致便秘的原因也有很多，比如缺乏运动、饮食不当、消化功能不好等。便秘会给健康带来很大隐患，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调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在我们大腿上有一个通便区，这个通便区就是大腿外侧的胆经，也就是裤线循行的地方。如果有便秘的情况出现，大家可以将手握成拳，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慢慢敲打，一直敲到膝盖处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每天敲打2到3次，每次100下。敲打时力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大腿外侧微微发热、发麻就行。敲打胆经可以帮助我们畅通气血，刺激肠胃蠕动，对排出宿便、预防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大家敲打完之后，还可以按揉一下腹部，也能够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。对于经常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因为蔬菜和水果中不仅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可以帮助润肠通。虽然胆固醇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但如果胆固醇偏高，很容易引起血脂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而导致胆固醇高的原因之一，可能就是食物。最好将下面3种食物列入黑名单，这样有助血脂稳定。动物的脂肪，动物的脂肪中含有很多饱和脂肪酸。饱和脂肪酸会促使胆固醇的合成。平时我们吃的牛油、猪油、鸡油等都含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胆固醇高的人一定要少吃。动物的内脏，动物的内脏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比如肝、肚、脑等，所以胆固醇偏高的朋友，这种食物也尽量不要吃。腌制的鸭蛋，腌制的鸭蛋中含有大量的盐分，其中也含有很高的胆固醇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吸收人体的水分，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容易导致体内胆固醇升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也要尽量少。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忽略了肚脐，其实肚脐是健康的晴雨表，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肚脐来判断五脏的健康与否。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如果按压肚脐的左边出现压痛感，那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；若按压右边有压痛感，说明肺部出现了问题；若是按压上边有压痛感，就可能是经常上火、心情郁闷导致的；若按压下边有疼痛感，那么就可能和肾虚有关。那如果是脾脏出现问题，按压肚脐中心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感。所以大家可以自测一下，按压一下自己的肚脐周围，来看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健康。下面呢，教大家2招，可以帮助调理五脏，延年益寿。将2手掌放在肚脐旁边的两肋处，然后从上到下的推向小腹。因为两肋是肝气容易郁结的地方，所以这样按摩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养护肝脏，预防上火症状发生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做顺时针的按揉。经常这样按揉肚脐，能够刺激到神经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身材走样，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，腰上赘肉越来越多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减掉烦人的赘肉呢？在我们的肚子上有个刮油穴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按一按，对瘦肚子、瘦腰有很大帮助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，关元穴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关元穴是小肠的募穴，在我们肚脐下3寸，也就是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用大拇指有节奏、缓慢的按揉，速度先慢后快，这样循序渐进的按摩5到10分钟，每天最好按摩2到3次。对关元穴进行刺激，可以让食物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缩短，帮助促进人体对脂肪的消耗
和利用，对减肥瘦身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按摩关元穴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肠道的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出宿便，预防便秘。每天坚持按一按，对腹部脂肪过多的人有很大帮助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那除此之外，大家在减肥期间还应该多注意少油少盐，不要节食，合理安排自己的一日三餐，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